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PS 平台的《合金弹头 X》高难度通关，选用的角色是塔玛，仍然是来自于小伙伴百合子的投稿。我是挺喜欢看他打游戏的，因为打法非常的稳，另外很多地方也有自己的想法。比如说上一期的时候打第3关的 BOSS， 把2个载具、一个坦克还有一个飞机都开过去了。其实来回倒载具的操作是非常繁琐的，但是他非常的有耐心，而且最后打 BOSS 呈现的效果也不错，可以说是没白忙活呀。本期是下半期。上半期攻略了前4关，下半期是后面的2关。后面2关的流程实在是比较长，尤其是最后1关，这好像也是历代合金弹头的特色。这真的是高难度模式啊！后面那2个杂兵，手雷不要钱啊！扔成串了。这地方给了一个坦克的载具，这个载具开不了多远，前方进入隧道就没了。我之前也介绍了，录制这款游戏的版本采用的是 PS 版。质感上和街机版有很明显的区别，你就是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但是又有点说不上来。所以可能玩惯了街机版本的小伙伴对 PS 版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。进隧道了。切换场景的部分大概有10几秒钟的读取时间，这个时间我都给大家剪掉了。录制上半期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， PS 版的读取时间非常的长。有小伙伴给我科普说，大叔啊， PS 的主机内存只有2兆，所以说读取时间长也情有可原。我猜测这款游戏的 PS 版就是移植的，其实它如果是模拟的话能好一点。但是像合金弹头这样的游戏移植到家用机的平台，它都会加入一些其他的模式，有一些还会包含游戏的原画的资料，或者 BGM 的赏析。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我相信很少有人会为这样的游戏买单啊！当前这个场景比2代可是要难多了呀。2代在这里主要考验的就是玩家的手速，因为在高难度的模式下，你势必会花光自己的武器储备，最后用小手枪来解决问题。这种大坦克太抗打了呀！百合子真的是太有耐心了呀！换成是我的话，手雷早都扔出去了。
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一个现象，相信很多和我同一时代的玩家也都经历了。这个现象非常奇怪，就是说一款游戏、一个关卡或者是一个 BOSS， 它的打法你是知道的，而且很多地方稳扎稳打，完全没有任何风险。但是你在执行的时候，你就按耐不住自己冲动的心，非要浪一下，或者是既定的战术执行到一半，然后就走样了。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老玩家都懂，而且多少都犯过这个毛病啊。但是在百合子身上你就看不到这种现象，所以我真的是很羡慕他的自制力啊。到这里已经60发手雷了，这是真的能攒啊。换作是我的话，刚才拆车厢的时候就已经扔光了。手速不够，只能手雷来凑。粗的激光是这个版本的新武器，2代是没有的。看起来太粗了呀！来了一个载具，这里给的是双足机器人，2代原本给的是坦克。从武器的射击角度来说，感觉这个双足机器人打本关的 BOSS 更加实用一点。但是身上的60发手雷还是在坦克里边更容易发挥它的优势，因为做坦克的时候按下直接就可以向外狂扔手雷了，而且这些变异的怪物用坦克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碾压。注意保护好载具的血量，万一被打了枪会掉，这样影响打 BOSS 的效率。其实这个地方我还是喜欢坦克呀。载具有20发雷。这个 BOSS 是隐秘行动潜水艇汇基号。看过游戏原画的小伙伴应该会发现，原本这个潜艇设计的是会飞的，中间的主炮应该是火星人给提供的技术。但是机体本身就比较脆啊，2个机械臂都被打碎了，很可惜，载具没坚持到最后，弹药库里还有4发雷没有扔出来。还有一点可惜的就是没把它放出去撞 BOSS。高难度的 BOSS 血量太高了。第5关打了10分钟，
第6关的时间会更长了。这里开局回头拿了一个火力，但其实2代的话，你可以趁着无敌往前面冲一波，起码能把第2波敌人打得差不多。刚才百合子的这种处理方式我是不提倡的，因为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实在是太危险。敌方发射的武器如果被你打得越来越高，是非常容易击中自己。这里视频出现了卡顿。反正 PS 的模拟器，我感觉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。另外，由于它开发的时间比较早了，所以说一些功能也没能够与时俱进。大家现在使用 3DS 或者是 NS 的模拟器的时候，它往往会有一个功能。就是着色器的缓存会大大的缩短读取的时间，但是 PS 模拟器的读盘时间就显得很真实。这个地方打的是经典的小 BOSS 艾伦。很多小伙伴可能知道，一些人打艾伦会选择近身和他进行拼刀。艾伦的枪是能捡的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打到这里的时候就错过了。我刚刚接触合金弹头2代不久，总会经历一个阶段，就是前5关一点难度也没有，一条命打到这儿，在第6关全军覆没，感觉第6关的难度就是比前面要高很多，但是你又说不上来它具体哪儿比较难。因为看敌人的配置也没什么太夸张的地方，但就是让你玩着不舒服。2代的话，这个场景主要打的就是火星人，但是在本作里边，火星人的小飞船在第4关已经登场过了。这是第6关的第2个场景，一共3个场景，这3个场景的读盘时间加起来有45秒钟左右。大家想一下这个时间，游戏一共有6关。读盘的时间就接近了5分钟。如果它能够把整个的游戏镜像缓存在内存里边，那玩家游戏的时候就会流畅很多呀。但其实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，就是模拟器开发的初衷不是为了给你玩游戏用。我接触模拟器是2000年前后，接触互联网的同时开始摆弄这些模拟器，这也20多年了呀。
近年的一些模拟器，包括了三公主、3DS、NS 等等，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模拟器往往会强调游戏功能，它会在原来主机没有，但是会极大的改善玩家的游戏体验上下很多的功夫。这个方面在早年的模拟器身上是不明显，所以你就能感觉到在模拟器这个圈子里边风气的变化。模拟器的扩展功能的完善，对玩家来说肯定是好事了。这一段主要的敌人就是火星人了，但是这个版本也加入了对面的坦克还有杂兵，是一个混编的部队。难度比原版就要高。原版的2代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背板，而且面对敌人的时候大部分是蹲下射击的。我还有2发，捡了一把大喷枪。这个喷起来太爽了呀！可惜的就是子弹数量太少了。手雷又攒到了60发，那就是为 BOSS 准备的了。后面是 BOSS 2连战，首先要打的是大曼吉。对面先内讧了，这样的话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。60发手雷完全可以把这个 BOSS 直接击落呀！这里选择了用武器来打，能省下一些手雷，但其实打后面的 BOSS 主要用的还是坦克。我就喜欢在坦克里边跳出来再跳进去。这个地方可以等一等小飞碟，打出武器，为后面的 BOSS 战做准备。距离有一点远，不跳跃的话也电不到。我感觉给个激光可以了，见好就收吧。黄扔手雷，这个地方想省2发，这也太节省了吧！最终 BOSS 战，火星母舰罗格奈姆。这个 BOSS 绝对是童年里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BOSS 之一。可以利用同伴来挡下子弹，刚才这2下太危险了。需要快速的削弱 BOSS 的体力。
给了一个大激光，感觉大激光都用出去够 BOSS 喝一壶的呀。不用犹豫啊，就是输出。已经出坦克了，这样稳了。把坦克快点从车上开下来，不然的话他跟着车走啊。我刚才还以为伊文字百太郎，也就是气功老头要坐着车走了呢。坦克还剩下一点血量了，这里要操作的细致一点，不要贪刀。地面上好多武器啊，太狠心了！百合子真的是太狠心了呀，他一个都没捡。来，一顿宝和顿顿宝还是能分清的。坦克才是主力，这样的话通关了。后面会有一个致敬独立日的梗。PS 版本的合金弹头视频比较少见，也感谢百合子的投稿。今天时间也差不多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You're great. Mission complete.